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名称，不过因为种种的误会，本来的国号经过外语，尤其是英文的翻译可能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所谓完全不同的外名和内名，也给翻译翻译。废话不多说，第一个埃及 Egypt 这个叫法流传了几十个世纪，古埃及人可不这么自称的，而是 Kemet 黑土之国，是隔壁古希腊误把其早期首都孟菲斯主神庙 Hukapta 当国名，念成 Aegyptos， 在后来的英文 Egypt 埃及。当然了，如今的埃及也早已经不是古埃及人的埃及，已组成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者后裔的国家了，取名 Mercia 为边界的意思。下个文明古国希腊 Greece， 中译和英译就有明显的不同了。古典希腊语中是叫做 Hellas， 源于神话里他们祖先的名字，所以他们今日正式全称为 Hellenic Republic。中译的希腊实为在清朝广州的普鲁士及传教士以粤语音译取名的。希腊 Hellas 听起来就很顺耳吧？要知道他们本国人很讨厌音译的 Greece， 其出处为古希腊其中的一个部落 Grassi， 曾经殖民意大利半岛南部，结果古罗马以拉丁语的 Gracia 统称对岸的邻居，再演化成英语的 Greece。另一个欧洲国家德国 Germany， 德语本名为 Deutschland， 人民的土地。他们的别称日耳曼最早的记载源于古罗马凯撒，从高卢人口述对隔壁莱茵河以东的蛮族贬称 Germany， 意为森林人，侮辱性极强啊！相比下，晚清对 Deutsch 的中译德意志那么的高大上，真够意思的了。匈牙利 Hungary 很非典型的百人国度，他们口操的马扎尔语并非印欧语系的一员，而是来自北亚的乌格尔语支。音译国号里的 H 开头，多少是因为他们祖上红人 Hans 的关系啊，真是大名鼎鼎，间接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游牧民族。是不是雨墨北红奴同一支的后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 ，Margarozza 马扎尔人的国家依然是他们当地语自称的内名。西方国家的英文译名那么混乱，东方的更不用说了。印度 India 中译、英译皆源于印度和梵语 Hindu， 经过波斯语变音 Hindu， 再到欧洲简化成的印度 India。至于中文的记载，就称为天柱、深度，到唐三藏玄奘西游归来才正式以印度取代。不过南亚这里最早的内名是 Bharat， 是古焚书传说中一位君王的名字，以纪念其功绩，至今依然是印度的官方名称。中国 China 音译的说法就有点难考究了，比较可信的是源于古代他国对完成大一统的秦朝的音译 China 庆，而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意为天下之中。后续故事的发展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就不多谈了。镜头转向东北方的半岛，其实分成了两个政权，南部为韩国，北部 Joseon， 这两个名字为他们民族古代和近代史都曾用过的国号。偏偏呢，两国双方均认可以中世纪时期的高丽王朝 Goryeo Korea 做汉字文化圈以外的译名。更诡异的是，大元帅恩恩的阿公一度建议，假设要是万一如果哪天半岛统一了，就以高丽做联邦的国名呗。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最后一个日出之国日本 Japan，
同样使用汉字的他们，在日语为日本，而大陆沿海一带的浙江、福建方言则称日本。传到西方探险家耳里就变成了 Japan。以上是那些外语译名与本来的国号差别非常大的例子，乍听下还真难联想在一起。倒是有几个国家成功换成原名的，比如 Persia、Iran、Ceylon、Sri Lanka、Burma、Myanmar 等等的。假如你被外国人取了一个不一样的外名，你会介意吗？会想改掉译名吗？ My name, Ofufuefuefue.